大家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了，这里的田园风光实在太美了，一大片的稻田还有土地，方圆1公里左右。这栋房子周边都没有住户，独门独院的房子，而且这栋房子呢是有故事的，带着大家我们过去了解一下。这栋房子建造时间已经非常久远了，将近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当地人告诉我说，这边有一座地主大院。其实当我来到的时候，我感觉这栋房子和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没什么区别，就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当年据说这边是土匪一家在这里居住的，整栋房子的进深达到了13到14米左右，是比较大的。以前整个房子呢呈现一个3合院，后面呢改革开放之后把周边的房子都拆了，只剩下了3间木房。我们航拍的这一大片以前都是地主家的这个土地，后面呢分到户之后，把所有的田地全部都分了，只剩下了门前的一小块留作他们家的。然后房子呢没有拆除，现在呢也是一栋老建筑了。前一段时间我从这边路过的时候，别人告诉我是2父子在这边居住的，现在呢大门也紧闭，看不到人了，不知道这个父亲是否还健在。没想到以前豪华的地主大院，如今没落成为这个样子了，真的是令人叹息啊。房子门前的视野还是特别开阔的，开门见山。这一大片的稻田现在都马上要开始插秧了，那边呢应该是育苗的汉阳田，背后的这些山林把整栋房子给笼罩着，整个这一大片地区都是只有这样的一栋房子。邻居呢都搬下山了，相当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山头，然后只有一条马路可以开车进来。这栋房子比起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房子区别还是挺大的。当我走到房子近前面的时候，才发现房子的楼层高度应该是达到了5-6米，而且它的立柱都是非常非常大的，特别大的一根。然后这栋房子看特别的高，以前呢就是有钱人家才能够建得起这样的房子，而且这边的门都做得特别高。这个也是比较仿古的一种建筑风格了。其实这边呢属于湘西苗族自治州，所有的房子建筑风格不包括地主和老百姓的家庭都差不多，基本上都差不多的一个建筑。看它地主家庭呢，它的房子建造的比较好，它的立柱呢削的比较圆润，然后房子建的时间久，很沧桑，这些柱头都裂开了好大的缝隙。这个呢都是岁月沧桑留下的痕迹，包括这底下这个柱础石都是很有讲究的，4方块的，然后而且有简单的这个雕花。看这些在老百姓的家庭都是很少见得到的，像这些许多年之后都是文物了。这边地角的下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像现在我们的木房子建筑用的都是石块来做这个地角方的一个隔开，但是以前呢是用什么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用泥巴，应该有少量的稻谷加上石灰还有鸡蛋液做成的粘土，然后呢放在地角方的下面，作为一个地面和地角方的一个隔开的一个隔层。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而且这是人工做的，每一块将近是有1米的一个长度，宽度呢接近是3到40公分左右，长方形的。
看每一块都是很规则的。当然，像现在这些呢，已经是破损了，而且它的土呢是非常非常的坚硬，看这个搬都搬不开，你看很坚硬的，它就是一些石灰啊，加上鸡蛋液啊，这样子粘合在一起的。其实这栋房子有很多地方可以看的，只是我们现在是没办法进到房子里面。里面呢，据说有1-2根立柱是金丝楠木做的，当然是当地人说的。现在呢，大门是紧闭，没办法进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门口的位置，这个呢就是门塔，门塔的下方呢，他们家是专门放了一块这个青石板，作为一个台阶，踩在这边，然后再进去。高门大户，它的门槛是比较高的。这个门塔呢，它是悬空的，不知道有什么讲究，不知道有些年长的一些观众粉丝对于这个有所了解吗？可以解答一下。这栋房子呢，到处都透着一些古代的气息在里面，很多很多，很想观看一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今天确实挺遗憾的了。本来这是一栋3合院的房子，改革开放之后就拆了2边的厢房，就变成了一栋3开间的木房。所以在后面呢，这户主人家呢用竹子编织了一个外墙，上面呢涂抹了牛粪啊，加上泥巴。现在这一层呢已经是掉落了，整个这一排有接近13到14米左右的进深，房子是非常大的。总共有6根立柱，在我们湘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6根立柱的房子。我们这边最大的苗家的建筑啊，就是5根的立柱，相当于就是每一根柱头落地有5根。但是这栋房子呢有6根，当地人告诉我说有6根立柱落地，然后有10根不落地的，相当于是6柱10的房子。房子啊确实非常大。大家还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新建的木房子，这个挑手的位置，并不是像这栋老房子一样的。它这个挑手啊，下面是很大的一块这个挑檐，上面呢，它做了一个简单的造型，远远的看过去，就像一艘船一样的，把上面的领子给支撑起来。这都是以前古时候的一种建筑风格了。其实每一个家族都有它的兴衰，就像我刚刚进入村子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告诉我说的，他说以前这个地主大院周边的土地很宽很宽，好几百亩都是他们家的，但是从某一代开始，他们家就逐渐的开始没落了。到了这一代，只有2父子居住在这栋房子里面，而且儿子已经40多岁了。距今呢没有娶到老婆，相当于可能吧以后这栋房子就没有主人了。然后老父亲一过世，他的儿子年龄增长，娶上老婆的可能性很小很小。俗话说得好啊，穷不过3代，富也不过3代，每个家庭都是如此。人呢，还是要靠着双手去勤劳致富。不管以前你的祖辈有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富有，如果子孙后代不去做，不去努力，我相信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吧。今天的视频基本上给大家也就分享到这里了。这栋房子确实带着遗憾，我们要离开了。如果能进去看一下那2根金丝楠木的柱头，我相信肯定别有一番风味。下次如果机会，我们再过来看一看吧。喜欢石头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